少爷和小姐有个怪癖，每晚行事时都要挑个婢女关在笼子里，放在床前。小姐喘一声，婢女都要跟着喘一声。声音僵硬，全无灵气，听着扫兴。嬷嬷，换人。下一个。冬梅，这已经是第13个了，前头12个都没入少爷的眼。叫得好的才有活路，明白吗？冬梅明白。夫君，夫君。哦，这个声音倒有点意思。不够，还得再媚一点，要比韩兆云更像韩兆云。这个叫的不错，就她了吧。13个丫鬟里，她是唯一一个没求饶、没断调的。夫君，这2名丫头既收了房，总该有个正经称谓。不过是些伺候人的物件，不必费心。既然夫人做主留人，我便随手赐个名吧。一个叫姬豪，一个叫丫豪。夫君真是端方君子，不单女色，取这文房4宝之名，可见在他眼里，你们与桌上的笔墨纸砚并无二致。谢主子赐名。今晚就你去伺候夫君吧。是。里头还没结束，时候差不多了。夫人早。给夫君请安。喝吧。谢夫人赐药。行了，去干活吧。口舌生疮，结膜充血，这哪里是生病，分明是慢性汞中毒。这世道哪有什么避子药？红花，那是名贵药材，府里怎么可能给下人喝？这一碗碗灌下去的，全都是催命的水银和砒霜。小姐，那避子汤终究是伤身的，奴婢瞧着姬豪的身子已经不大好了。那不然呢？他不过是一个通房，难不成还要为了他委屈了我的夫君？可再这样下去，怕是要出人命。冬梅，你要记清楚，以色示人就是贱。既然他自己选了这条路，想要那份体面，现在的下场就是他咎由自取。真可怕！明明他和我来自同一个地方，本该是同类，可他适应的真好啊，甚至比这大院里的人更懂怎么维护尊卑，更懂怎么吃人。幸好从一开始我就藏好了自己的来历，在这里若是被他认出是老乡，恐怕才是真的没命活。一个是内阁大学士之女韩兆云，一个是谢家大公子谢如松，连名字都取得这么登对。打从成婚起，他们就默契得很，一个只管睡丫鬟，一个只管灌药。原先那些长得俊俏的通房小姐一进门全给发卖了，我把她们发卖了，夫君不会介意吧？发卖了也好，我本就不喜那些妖娆的女子。夫君不怪罪，妾身善妒便好。族中长辈总说我这主母做的霸道，为免落个善妒的名声，我特意给夫君挑了这2个老实的。既然是夫人挑的，我便收下了，就叫姬豪和丫豪吧。姬豪、丫豪，在他眼里，这些通房哪里是人，分明就是2只可以随意揉搓的物件。能君命是。谢公子真是这1等1的好男人，敬重妻子，半点不耽女色。只要夫君敬你爱你，收几个玩意儿在屋里也无妨，反正左右也逃不出咱们的掌心。可我家那位最近竟在外面养了外室，这可如何是好？姐姐莫急，你要明白，那些女人不过是客栈，而你才是家。客栈再好，她终有7日是要回家的。谢夫人真是清醒通透，这治理内宅的本事真是有大智慧，可不是吗？咱们都得跟着谢夫人好好学学。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生在阳光下的灵魂，落到这腐烂生疮的仓库里？
竟也能像老鼠回了下水道一样自在。冬梅，这儿没你的事了，下去歇着吧。是，奴婢告退。季豪，今天感觉怎么样？冬梅姐，我还是头晕的厉害，疼得像要炸开了，夜里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头晕头痛，失眠消瘦，这已经是中度汞中毒了。要是能有2席之丙氰酸钠就好了，可这地方什么都没有，别说仪器，连最基本的药物都合成不了。给，喝点花茶吧，好歹能排排毒。谢谢你，冬梅姐，你对我真好。季豪，你当初为什么愿意做公子的通房？我爹去得早，娘亲一个人拉扯3个弟弟妹妹，日子过得太难了。做了公子的房里人，每个月能多拿500文钱。我想着多拿这点钱能帮家里。那你想过出府吗？离开这儿去外头过活？我自小就跟在公子身边，外头的日子是什么样，我见都没见过。要是被发卖出去，也未必有福利好。如今在这里能吃上饱饭，还有冬梅姐你这么照顾我，我已经知足了。这就是韩兆云口中那些自甘下贱的通房，他哪里是自甘下贱，他只是想让家里人活下去。要是能有后世那些寄生药品，这些女子的苦或许就能解了。嬷嬷，奴婢斗胆问一句，除了这一碗碗苦汤药，难道这世间就没别的法子避孕了吗？法子，菜市口杀猪宰鱼的摊子上有的是羊肠鱼便，哼，可那起子金贵的爷们儿有几个愿意用那种烟臊东西的？避毒的法子，解毒的方子，我明明都记得清清楚楚。我空有一身知识，却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就像姬豪的命运，从被送进那间屋子开始，就已经注定了。来人呐！快来人！姬豪没气了！18岁，他才18岁。爆竹声中1岁除。姬豪，你就这么留在这个冬天了？呸！大过年的死在屋里，真是半点福气都没带。小姐，姬豪那丫头今儿一早死在屋里了。大过年的就闹出这种事，真是晦气。小姐，按着咱们谢府一直以来的惯例，这种过了房的丫头没了，该给家属拨20两银子发丧的。20两？他死的这么不是时候，给府里添了多大的堵，还要破费这么多？给他家里10两白子得了，也算全了主仆一场的情分。梳洗好了，冬梅，从小厨房把我炖的那盏燕窝端上来。是。小姐请用，这是暹罗进贡的金丝燕，火候正合适。这金丝燕一盏就要30两银子，你们火候看紧点，别糟蹋了东西。一盏燕窝30两，一条人命10两。大妮儿，是大妮儿吗？大婶节哀，这是府里给的，正好10两银子，刚好购买这口棺材。是我这个做娘的没用啊，连口好点的棺木都置办不起，总算让你身后能有个栖身的地，不至于做了荒野孤魂。大婶，这是咱们在府里当差的姐妹们凑的一点心意。吴嬷嬷出了2两，我出了2两，还有秋菊和丫豪各出了1两，总共6两银子。您留着给孩子添口饭吃。这钱我万万不能收。大婶，家里的日子都难成这样了，
我家大妮生前蒙诸位姑娘照顾，已经是天大的福分。咱们虽然穷，可怎好再收各位辛苦攒下的血汗钱？大妮泉下有知，也必不会答应的。穷人也有穷人的志气，他是怕收了钱，外人会看清了姬豪。二公子，求您开恩！二公子，求您开恩！求您向大夫人讨了奴婢去您院里当差吧。哦，我那院里可全是通房侍妾，你确定要去？求公子成全，只要能去您那儿，做牛做马，奴婢都认了。听说了吗？丫头出事了。他怎么了？他今儿一早偷偷跑去求了隔房的二公子，想让二公子开口跟大夫人把他讨要过去。去二公子那儿，谁不知道二公子花名在外，屋里通房侍妾都塞满了。可二公子出手大方，待下人也是真的不错。最要紧的是，去了他那里，至少不用再喝那一碗接一碗的水银汤了。真是反了天了！一个贱婢，竟敢私下去求二公子！小姐，本来这府里讨个丫头也是寻常事，二公子那边也开了口。寻常事？我还没死呢，他就急着找夏家，这叫背主。今日他敢求二公子，明日就敢爬到我头上。谢家待他不薄，他竟然吃里扒外，想出我的掌心。他不过是想活下去。背主的东西，这府里屋后还有什么规矩？走，把那个贱人给我带到院子里去。打！给我狠狠的打！我打从进门起就瞧出你是个不安分的，一个下贱胚子，竟敢私下去勾引二公子，吃里扒外的东西，你是想爬到主子头上拉屎吗？夫人饶命，奴婢不敢，奴婢只是想活着，求夫人饶命，奴婢真的只是不想死，不想同姬豪一样啊！胡言乱语什么？那丫头是她自己福薄命短，那是她命不好。我韩兆云自问何曾亏待过她半分？既然你这么喜欢勾搭男人，觉得谢府委屈了你，那我就成全你，让你去那温柔乡里勾搭个够。打了20光后，直接叫人领了去，发卖到最下等的青楼去，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活着。都看清楚了吗？这就是背主的下场。做下人就得有下人的样子。圣贤书上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谢府里，主子对奴才也是一样。记住了，主子给的赏也是赏，罚也是赏，明白了吗？是，奴婢明白，谢夫人教诲。闹够了没有？2个通房，才几天功夫就接连没了。母亲，而且也是为了谢府的规矩。规矩？我们谢家待下人一向宽厚，这是京城人尽皆知的事。可你看看你做的这些事，正月里差点闹出2条人命，传出去不知道要被人怎么编排我们谢家刻薄。谢家的门风容不得半点污点，你若再这般行事，坏了谢家的名声，你承担得起吗？儿媳惶恐，请母亲息怒。退下吧。冬梅，这屋里接连没了2个人，夫君身边总归是缺人照应。你是我的陪嫁丫头，最是知根知底。我问你，你可愿意去服侍姑爷？小姐，奴婢愚笨，若去了谢如松身边，那水银汤便是我明天的催命班。你若是不愿意，我也不会逼你。毕竟你是跟我从韩家出来的，情分不同。但你毕竟到了该婚配的年纪，总不好再蹉跎下去。前日赵妈妈求我为她儿子保个媒，我瞧着那赵大是个不错的，人也老实。小姐说的是管事家的赵大？赵大那是个30岁的赌鬼，小姐这是在给我递死路。他是府里管事的儿子，你嫁过去也不算委屈。冬梅，你是选留在夫君屋里，还是选嫁给赵大呢？真是仁慈啊！当初给姬豪生路时，他也是这么笑的。多么讽刺的选择！是选一个赌鬼自寻死路，还是选当一个通房等死？后世那些人总爱说做妾是自甘堕落，可如今我这身契在小姐手里，连命都不是自己的。生在开明盛世的人，连随心抉择都难，
何况我这入了奴籍的丫鬟。小姐如此体恤，奴婢感激涕零。往后如何，全凭小姐做主。夫君，妾身已经定下了，过2日便给冬梅开脸，让她往后随身伺候你。一个粗使丫头罢了，既然夫人非要安排，那就按夫人的意思，一切由你做主便是。夫君真是一心只读圣贤书，半点不近女色，妾身定会把这件事办得妥妥帖帖。夫君，既然冬梅往后是您房里的人了，这名字总得改改，才显得是咱们谢家的人。您看叫什么好呢？这有什么难的？既然前面已经有了姬豪、押豪，这一个就叫朱宗吧。姬、押、朱都是上好的好笔名。真是个好名字，夫君果然是文曲星将士，这文房四宝的雅称，竟能让您分出这么多花样来，妾身真是佩服得紧。你喜欢就好。朱宗，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谢过主子赐名？奴婢谢公子赐名。哼。你瞧瞧，咱们大公子和少夫人真是琴瑟和鸣，羡煞旁人。可不是嘛，这满京城哪找这么端方如玉的君子和贤淑大度的主母？听听，这大半夜的还蜜里调油呢，连给通房取个名儿都能聊得这么热闹。这就是命啊！两位主子谈笑间，朱中这辈子的运运就算定下来了。抬起头来。昨日赐了名，今日倒变得扭捏了。公子请用茶。公子请自重。自重？你如今已是我房里的人，这全身上下哪一处不是夫人的赏赐？原来这就是京中人人称赞的端方君子。公子，公子在吗？成国公世子爷到了，人已进了大门。知道了，备茶，我这就去。算你走运，老实待着，回头再收拾你。成国公世子来的可真及时。知道为什么打你吗？想必是刚才书房里公子想摸奴婢领子的事，已经传到小姐耳朵里了。小可爱，你竟敢拿这种眼神看我！我亲自送你过去，是为了让夫君看看这府里的女人随他怎么玩都越不过我去。我要让他觉得你们这些玩意儿低贱鲜艳，这样他才会更爱重我。可你千不该万不该，让他那双看圣贤书的眼睛真的盯在了你的身上。小姐这是怕了，怕公子对我生了旁的心思，怕您这份爱重衬托不出来了。怕？你也配？记住你的身份，你只是个叫朱宗的物件，我想给你，你就得受着；我想让你死，你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滚出去，跪在廊下醒醒神，没我的准许，不许起来。小姐与其怪奴婢，不如去问问公子，是他扣住了奴婢的腰，也是他想伸手探奴婢的领口。闭嘴！夫君那是端方君子，若非你存了心思勾引，他怎会自降身价去碰你这个物件？小姐亲手送奴婢过去，不就是想让公子垂涎吗？如今他真看了，您又觉得这垂涎脏了您的眼？你这小可爱，竟敢顶嘴！小姐快歇歇手，别为了个奴才气坏了身子。他不懂事，让他去吴嬷嬷那儿领罚就是了，何必亲自动手，没得污了您的手。您喝口茶压压惊，姑爷心里只有您，这点起居小事哪值得您这么置气？还不快下去，在这里碍小姐的眼吗？疼吗？忍着点儿。你也是，明知道小姐心气高，何苦在书房里闹出动静？你去姑爷房里伺候，小姐心里本就不痛快，打骂几句也就罢了，谁让咱们是做奴才的？你想开些，想开些，
今天是一记耳光，明天呢？后天呢？在这府里，命都是主子的，除了受着，还能怎么办？今日恐怕只是个开始。是啊，今日只是个开始，往后的搓磨，定然少不了。牙膏抹得再厚，也遮不住这奴才的底色。姬豪拼了命的顺从，换来的是一口10两银子的棺材。这吃人的世道，越是顺从，就死得越快。与其这么行尸走肉的等死，不如大家一起下地狱。肚子这么大了，看来至少5个多月了。乖，吃点东西，咱们交个朋友。脾气倒是不小，难怪不搭理我，原来是疼得很了。忍着点儿，洗干净了才不遭罪。这我在行，虽然没那先进仪器，但这点伤还难不住我。多亏了平时攒下这些急救的东西，关键时刻还是这些法子有用武之地。伤口已经结痂了，看来这2天的酒没白洗。好孩子，谢了。奔霄的伤请了几个马医看，上药多日都不见好，你是怎么做到的？不过是些粗浅的法子。先前那些大夫，伤口不冲洗就直接拿药草包扎，外面脏东西全捂丢在里头，自然会感染。那你用的那闻起来极烈的酒又是什么道理？那是蒸馏酒，用它冲洗消毒，只要保证创面清洁干燥，剩下的这牲口自己就能长好。生命的自愈功能本身就很强大，那些所谓的药草说到底也只是辅助作用，不能全赖他们。这法子倒是新鲜，你一个小小的丫鬟，从哪儿学来的这些门道？至于这医理是从哪儿学的，侍卫大哥就不必打听了。这瓶药角送你，就当是谢礼。不过我有个不情之请，不知侍卫大哥可否行个方便？哦，说来听听。这府里还没什么是我行不了方便的。往后这马的马尿得归我收集。你要这玩意儿做什么？哈哈哈，这府里的小丫鬟不是讨胭脂就是求首饰，你倒好，上赶着要马尿。秘密。那蒸馏酒的法子，你教我如何？这要是用在军中，得救多少弟兄？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这种安身立命的本事，哪能随随便便给人？你这丫头嘴真严。说实话，你是哪个院里的？瞧你这通身的气概，可不像个普通烧火丫鬟。这个公子就别问了，知道的越多，麻烦越多。对我这小丫鬟来说，可未必是好事。你会医术，心思又细，奔霄这胎不容易，你帮人帮到底。回头等他要产子了，你给他接生好不好？好。马尿才收集了一半，人就不见了。看来那护卫到底不是这府里许寻常的人。不过也够了，埋下的种子该发芽了。滚！都给我滚出去！又是这一出。这半月来，公子每晚都发这么大的火，真是不让咱们活了。除了摔杯子，公子和少夫人还说什么了？能说什么？隐隐约约听着是在吵架，少夫人还在哭呢。你说大公子往日里那么温和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太医，实话实说，我儿到底怎么了？回夫人，公子这是男子不娶之症，且精气涣散，恐往后再难有子嗣了。男子不举，子嗣断绝。韩氏，这就是你干的好事。母亲，儿媳冤枉啊！夫君生病，儿媳比谁都揪心，这怎么能怪到儿媳的头上？不怪你，平日里你善妒成性，不许通房抬姨娘，更不让他们诞下哪怕一个庶子。这些我都念在谢韩两家的交情上忍了。可现下呢，你不但自己生不出蛋来，还连累我儿折损了福报，坏了他根本。你到底是何居心？你是要让我谢家偌大的家业，最后全便宜了那些旁支的畜生吗？怎么不说话了？你往日治理内宅那股子狠劲儿呢？
我儿被你生生磨成了这副样子，你还有脸在这儿装傻？母亲，儿媳不明白，算命的明明说我长了一副极品疑男相，命中注定会有5个儿子送终的。就因为我有着大富大贵的命，我才半点不含糊的给那些通房灌药，我是为了给谢家的嫡子腾地方啊！可为什么我这儿子还没生出来，夫君他先出了问题？疑男相，我看你是克夫相。母亲放心，儿媳就算是寻遍天下名医，求遍各路神佛，也一定会治好夫君的。谢家的香火绝不会在我手里断了。治好，那得看马儿愿不愿意了。原本今儿该是你开脸伺候公子的日子，可你看里头那光景，公子身体抱恙，这等事自然是要耽搁下来的。少夫人这几日像是疯魔了，四处托人请医生，连那些走方的郎中叫进府了。可不管吃多少苦药渣子，公子那边总是不见好。这京里的庸医全是废物。小姐，既然药石无灵，不如咱们去求求神佛。你是说，老奴听闻城郊的和恩寺香火最是旺盛，求子求姻缘最为灵验，不少达官显贵求了之后都能心想事成。好，备车，我要带上朱宗和秋菊，即刻动身去和恩寺求佛祖保佑。少夫人，不好了！小姐，是山匪。小姐宽心，我听我娘说过，举绿旗的贼人只求财不害命，咱们把随身带的银钱首饰全给他们，定能保重性命。你说什么？让我这堂堂的高门主母自降身下出面与这帮下三滥的山贼周旋？那我的名节还要不要了？传出去，京城谢府的大少夫人被山贼拦路索财，我这辈子还怎么抬头见人？再说我身上的首饰，不是韩家的陪嫁，就是夫君赠的，样样价值连城，凭什么要便宜了这帮丧尽天良的贼人？你们2个该为谢家尽忠了。小姐，不要！你们要以大局为重，主子的名节比你们的烂命重要万倍，能为保全主子而死，也算你们2个贱婢的福气。放心吧，谢家定会记住你们这2个忠仆的。忠仆，快给我加快速度冲过去，不要管他们，快跑！去给那些富户传话，只要明儿一早银子凑够了，保证这些娇滴滴的小娘子毫发无伤。拿钱赎命，这买卖倒也公平。可惜咱们2个不算这桩买卖里的货。我伺候了小姐10年，我待她事事忠心，半点不敢马虎。这么些年的情谊，难道在小姐眼里真就不得那几件死沉沉的首饰吗？是的，在韩兆云眼里，你和我的命加起来也抵不过那盏30两银子的燕窝。你怎么能说得这么轻佻？你还没看明白吗？从他把我们推下车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是死人了。你还指望谢府会为了2个丫头动用官兵，还是指望韩兆银会为了救我们出这一份赎金？我只是不明白，我明明一直很听话，很安分守己。收起你那没用的眼泪吧，你还不清楚韩兆云的心性吗？只要能保全他那所谓的名节和富贵，谁都可以被推出去送死。到现在你还觉得只要安分守己，当个好奴才，就能在这吃人的谢府里活下去吗？那我们该怎么办？等到火起的时候，就是我们自救的唯一机会。别哭了，这世上总有人向往等级分明的时代，不过是享受那种生杀予夺的快感罢了。指望一个靠剥削同类来找优越感的人有良知，这太不现实了。可我们终究是谢府卖了身的奴才啊！除了认命，除了等死，我们还能怎么办？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秋菊同样是2条胳膊2条腿，同样是生而为人，凭什么他是主子，你就非得是烂在泥土里的奴才？你给我听清楚了，你、我，还有那个高高在上的韩兆云，大家都是人，是人就同样拥有在这世上活着的权利。为了让他体面活着就牺牲你我，这不对；为了让他夫君开心，就给咱们灌那些催命的水银汤，这不对，不对，
为了他们夫妻之间那点恶心的情趣，给咱们取什么鸡鸭猪的名字，这统统都不对。你我的命不比他的低贱，他的命也绝不比我们高贵。所以，秋菊，为了活着，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救自己这一次？既然这地方要吃人，那就让它烧个干净。开门啊！我不想死在这儿，我的书籍还没送到，我要回家。那些山匪呢？怎么不来救火？难道真要看着咱们烧死？闭嘴！山匪现在自顾不暇，谁想活命就私下裙摆沾水捂住口鼻。朱宗，火太大了，门锁着呢。别指望门了，跟我从窗户翻出去，快！哎呦，我的脚扭了，救救我！谁管得了你？快跑！官兵要是来了，咱们的名声就全毁了。跟紧我，别走大路。救命！我的孩子！糟了，由于惊吓过度，这是动了胎气要生了。怎么了？快走啊！山匪就要追上来了。你先下山，去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要是遇到官差，记得报官来救人。你疯了？那帮山匪杀人不眨眼，你回去就是送死。如果我今晚还能活着，一定会去找你。去啊！夫人，您再坚持一下，这没医没药的，可怎么生啊？都闭嘴！不想让他一尸两命就听我的。我是大夫，这儿风大土多，会害死产妇。快，帮我把人扶到那边没起火的厢房里去。明明自身难保，还是做不到见死不救。这次我一定救下他。嬷嬷，别愣着，快去灶间找干净的锅烧水，越多越好。你一个小丫头片子真能行？万一我们夫人有个好歹，现在这儿除了我，没人能救她的命。想让你家夫人一尸两命，你就继续在这儿跟我废话。姑娘，我好怕，我是不是要死在这儿了？别胡思乱想，有我在，阎王爷今晚收不走你们母子。这世道生孩子，哪有那些才子佳人写的那么轻松？什么一撇腿一个大胖小子，全是在放屁。没有现代医学设备，没有抗生素，甚至连止血的药都凑不齐。这古代的高死亡率，哪是浪漫文字能掩盖的？按住他的肩膀，别让他乱动。这种摧残，我绝不允许在这一场发生。我不行了，我不生了，杀了我吧，太疼了！看着我，夫人，看着我的眼睛。上辈子我老师教过我，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我现在不光是在安慰你，我是在救你。你的孩子已经看到出口了，你现在松劲，就是要把他憋死在肚子里。我已经见过一次死亡了，我亲眼看着我的好姐妹李阿素烂在那个冬天，那种无能为力的遗憾，我再也不想尝第二次。指望此后再无遗憾，用力！生了，终于生了。恭喜你，是位漂亮的小千金。多谢姑娘救命之恩，卢氏没齿难忘。见你们母女平安，我也总算有几分欣慰了。这马蹄声，节奏严整，甲胄碰撞，来的不是山匪，是正规军。温霄，那是温霄。
奉旨剿匪，负隅顽抗者，格杀勿乱。陈国公世子，原来如此。小家伙，咱们的命总算是保住了。昨日若非姑娘舍命相救，我母女二人早已化作荒魂。你这一身出神入化的医术，留在那谢府做个粗使丫头，实在屈才。姑娘，可愿随我回临江侯府？我必保你荣华，重重谢你。奴婢虽感念夫人抬爱，可身契死死扣在谢家手里。本朝法度严苛，逃奴若被捉回，不仅要受断肢重刑，更会被官府重罚。奴婢不敢拿命赌。我当是什么难事？谢家不过是内阁属官之后，既然是我卢氏要的人，他谢家断没有不给的道理。这事儿你且宽心，回京后我自会派人走这一趟。这难道就是离开谢府，离开那吃人泥潭的转机？谢夫人，我家侯爷与夫人感念贵府冬梅姑娘的大义。冬梅姑娘医术高明，救了我家夫人母女2条性命。我家夫人如今身子虚，想请冬梅姑娘去府上做个专门的府医，照看身体。哎呀，这本是这丫头分内的事，竟劳得侯夫人如此挂念。这孩子不仅救了人，还让谢府得了这等美名，真是她的造化。赵云啊，临江侯府开口逃人，那是瞧得起咱们。既然侯夫人需要，咱们谢家也该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你就放人吧。母亲先别忙着答应，既然侯夫人如此抬举，本是不该推辞。本来一个丫头而已，送与贵府也是全了谢侯两家的交情。可坏就坏在这丫头手脚不干净，偷了府里不少金珠首饰。若是就这么把她送过去，将来侯府丢了东西，岂不是要损了我谢家的颜面？小姐，奴婢何时拿过府中半粒金珠？贱婢！你偷藏贼赃，被我当场抓获，竟还敢在这狡辩！谢夫人，既然贵府有家事要处，老身实在不好再纠缠，只是可惜了冬梅姑娘这一身好本事，本想着能为你谋个自由身，离开这泥潭，奈何老身无能。这匣子里有200两纹银，是我家夫人特意交代给你的谢礼，你且收着吧。奴婢谢侯夫人赏赐。冬妹，哦不，现在该叫你朱宗了。我从前怎么不知道，你竟然还藏了这么一手惊世骇俗的医术？回小姐，奴婢被卖进韩府前，家中本就是开药铺的，自小耳濡目染，不过是学了点皮毛医理，上不得台面。那你知道什么是肯德基、麦当劳吗？肯什么鸡，买什么劳？那是哪里的吃食，还是哪位大人的名号？没什么，随口一问。朱宗，我也是为了你考虑。你也不想想，就算你救了临江侯夫人，可你流落匪窝待了整整1夜，这名声一旦传出去，按谢家的家法，你就该被沉塘了。这点救人的功劳，哪有名士重要？再者说了，你是谢府的奴才，你有功，那也是沾了谢府的光，是主子积德。身为女子，本就不该在外居功露脸，你一个奴才，就更谈不上什么功劳了。我把你留下来，那是保你的命，明白吗？奴婢明白。还有，那临江侯府给的200两纹银，那也不是给你的，你是谢家的奴才，你在外头得的赏，自然都属于谢家。哼，这钱我便替你做主，冲入宫中了。往后只要你放聪明点，一心一意效忠我和夫君，我自然不会亏待了你。是。赵云，今日你做的确实有些过了。咱们谢府又不缺那一个丫头，我看那冬梅倒是个稳重的，送给临江侯夫人当个顺水人情，对谢家也没坏处。你何必把话说得那么绝？母亲，你有所不知，若是真把这丫头给了侯府，那救命的功劳可就全落到她一个奴才身上了。咱们谢家得着什么了？但只要这丫头还在谢府1日，对外那就是我谢家于临江侯府有救命之恩。往后夫君在官场仕途上若是有了难处，求到侯爷门上，有这份恩情压着，由不得他临江后不报答。
话虽如此，可那200两银子，你又何苦非要扣下来？你打理谢家这么大的家业，还能缺这几百两碎银子不成？儿媳手上自然不缺这点钱，可母亲您得明白，这奴才手里的银子一旦多了，野心也就跟着大了起来，容易生出异心。这奴才呀，就得时不时的敲打敲打，让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对付奴才，就得让他们够温饱又不够富裕，只有一直让他们处在那种缺钱少粮、战战兢兢的境地里，他们才会死心塌地的为咱们卖命。难为你考虑的周全，也罢，左右是你院子里的人，随你决定就是了。奔霄，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还以为这地方真就冷清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也念着你，毕竟救命之恩，他比人记得清。谢家与殷家本就是表亲，我早该想到的。能骑得起西域汗血马的人，怎么可能只是个看马的侍卫？之前隐瞒身份，并非存心戏耍。今夜的月色，确实和初见那日一样轻柔。眼下你还是这副装束，看着落魄不羁，可到底你不再是那个能让我随口开玩笑讨要马尿的侍卫大哥了。奴婢给殷公子请安。先前在马厩里，我问你是哪个院子的，你总是不肯说。原来你是表哥新收的通房。通房，又是这2个字，好像在这谢府里，我所有的本事，所有的努力，最后都只能被归到这一个词下面。罢了，不管你是谁，你答应过我的事可不能赖账。说好的要亲手给奔霄接身，不准食言。公子既然有吩咐，奴婢自当遵从。公子，怎么还不走？这沉寂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和恩寺的事，还有临江侯府的事，我都听说了。如果你在这谢府过得实在不好，我可以去跟表哥说一声。我想，表哥会给我这个面子，只要我开口，就能把你要过来。把我要过来？殷公子，我想请教一下，要过来是什么意思？你别误会，奔霄那马脾气孤傲，却偏偏跟你亲近。你跟了我，往后就留在奔霄身边，与他做个伴，不必再受这些委屈。国公府门第尊贵，必然有专职的精锐马夫伺候，让我去，除了给他刷毛接身，我还能做什么？我偌大的国公府，难道还养不起一个闲人吗？只要你愿意去，你想做什么都行。府里上上下下，绝不会有半个人敢为难你。听起来确实很美好。你是成国公世子，位高权重，只要你一句话，谢如松就算是再不舍，也得给你几分薄面。只要你开了口，韩兆莲就算是再不情愿，他也得乖乖把我这身气交出来，亲手把我送出这道门。不好，殷公子，我不愿意。你说什么？你知道自己在拒绝什么吗？留在谢家只有死路一条，跟我走，你才能活。人在溺水的时候，确实总想伸手抓住眼前的浮木，可谁又能保证这根浮木不会把我带向另一个吃人的深渊？公子，这不足之症，老朽实在是，老朽才疏学浅，无能为力呀。废物，全是废物，滚出去！大夫，您再想想办法呀！朱总，你瞧，我这皮肤是不是比从前更好了？甚至隐隐透出一股梨园灵月般风韵。公子的相貌自然是极好的。
谢老爷子，您府上这戏请的不值当啊！先知此言何意？瞧瞧大公子这身段，这气色，比台上的小旦还要柔媚3分。依我看，请什么戏子啊？让大公子上去舞一段，保证南曲那些名角都得甘拜下风。你再说一遍！我说错了吗？大公子如今天姿国色，这喉结都没了，说话这动听劲儿。我杀了你！你这卑贱的东西！逆子，还不快拉开！大夫，犬子这身体到底是怎么了？谢大人，老叟说句大不敬的话，大公子的脉象如今中气全无，阴盛阳绝，这与宫中那些去了世的公公已无二异了。此生怕是再难孕育子嗣了。公公，不举！我那命中注定的5个儿子呢？我那大富大贵的命呢？5个儿子，这谢家的香火总算是要绝了。陈先生，往后这孽障就交托给您了。不管是棍棒交加，还是闭门苦读，务必让他明年金榜题名。父亲，大哥那边别提那个废物！从今往后，谢家的门楣只能靠你撑着。若你也不成器，谢家就真的绝后了。小心！你还敢躲？你这个丧门星，我撕了你这副活妹子皮！小贱蹄子，都是你这个祸害！我有意抬举你，好心让你做夫君的房里人，可结果呢？从那以后他就不行了，变成那个鬼样子，一定是你克他，是你克死我那5个儿子的命！你说话呀！你这个贱婢！你还我的儿子，还我谢家的前程！小姐，快住手！仔细您的身体啊！留得青山在，咱们谢家还没倒，不怕没柴烧。你可千万别气坏了自己。脸是疼的，心却是痛快的。韩兆云，你的报应才刚开始。这种断子绝孙的滋味，比起你灌下的那些水银汤如何？小姐，事已至此，您再难受也换不回公子的身子。咱们得往后看，这京城里多的是无子的人家，最后不都过继一个承袭香火吗？过继的哪有亲生的好？老爷现在一门心思全在2公子身上，我这心里恨啊！老爷看中2公子又如何？姑爷到底是已经有了官身的，那前途不可限量。只要这谢府的掌家之权牢牢攥在小姐您手里，任他2公子将来娶了什么样的心腹，进门也得按规矩给您敬茶，怎么也越不过长嫂去。你说的对，孩子没了，这夫君的前程和我的掌家之权，我一定要死死抓住。只要手里有权，谁也别想看我的笑话。只要手里有权，谁也别想看我的笑话。至于孩子，谢家总归要有后，等往后给小叔子说亲的时候，我得盯着点儿，挑个门第低显、没娘家撑腰的软柿子，等他进门生下儿子。到那时候，孩子抱过来养在我名下，处理起那个女人也方便。可我这心里还是疼啊！我那命中注定的5个大胖小子全让那个克星给冲没了，我这大富大贵的命啊，怎么就这么苦？我的儿子们啊，你们死得好冤啊！娘的心都碎了，你们怎么就这么走了？好啊！江南大水，圣上委派临江侯总领赈灾，侯爷竟然在关键时刻举荐你做副手，松儿，这可是人人盯着的肥差，竟落到了你头上。确实意外，朝中多少老臣盯着这位置，临江侯却指名道姓要我。老奴在外面听了些风声，说是侯爷为了投桃报疑，因着咱们府里的丫鬟与侯夫人有救命之恩，侯爷这才记着谢家的好。夫君立功是他的福气，也是咱们谢家的福气。这恩情，妾身自然是要帮夫君牢牢攥在手里的。当初你说要留下那个医术出色的丫头，
我还不曾放在心上，甚至觉得你有些固执。没想到，你竟真有这层深远的用处。常言道，娶妻求贤。松儿能有你这样聪慧远见的妻子，真是她上辈子修来的福气。谢夫人说的是，韩姐姐这才是真正的贤内助，咱们京中贵女的榜样。若不是姐姐深谋远虑，侯府那份恩情哪能这么稳当的落在谢公子头上？妹妹们谬赞了，咱们身为谢家妇，只要能为夫君照亮前路，受点累又算什么？韩家二姑娘真是贤良淑德啊！是啊。松儿这回当真是翻了身了。赈灾副手，那是多少人盯着的肥差。说起来，那个叫朱宗的丫头也算是有功。若不是她在山里救了临江侯夫人，这份机缘也落不到咱们谢家头上。母亲说的是，妾身记下了。回头你随便赏她几两银子，做个样子给下人们看看。大喜的日子，别让人在背后嚼舌根，说我们谢家苛待有功的下人。是，儿媳省得，定会让那丫头念着谢家的恩德。朱宗，过来。夫君此次升迁，多亏了有你在山里那一遭。你能在那样的险境下救了侯夫人，也算是为谢家立了大功。奴婢不敢居功，一切都是公子的福报。我这人向来赏罚分明，你是个立了功的，我自然不能亏待你。思来想去，赏那些虚的银钱，倒不如给你个归宿。我啊，亲自为你指了一门好亲事。一门好亲事？这次为你指的亲是咱们谢家庄子上的管事鲍四。他虽然上个月刚丧了妻，但家里是有根基的。你嫁过去就是管事娘子，直接离了这奴才窝。鲍四，我记得他不仅比我大了2轮有余，还是个出了名的酒疯子，腿脚似乎也不大灵便。朱宗，你得认清自己的身份。你虽说还没正式开脸，算不得夫君的人，可到底在那山匪窝里待了一宿。那地方是什么去处？流落匪窝，这名声传出去，早就烂透了。那鲍四虽说年纪大了些，腿脚也有点不便，但他到底是个老实人，肯不嫌弃你这残花败柳的名声，收了你，已经是谢天谢地的造化，很难得了。朱宗，你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找个好人家嫁了。小姐说的诚恳，你是真心觉得把我推给一个残废的官夫，是对我的天大恩赐？自然是恩赐，我为你这名声操了多少心，你该念着我的好。在这个地方，我就算救了1万个人，也抵不过他随口定下的一张婚约。小姐既然觉得这是好去处，奴婢遵命，全凭小姐做主。起来吧，我就知道你是个懂事的。今年的秋雨来得真是寒凉，拼了命的想往外跳，最后还不是死在这深宅大院的草干里。定下亲事后，府里准了2日休沐。那是你想嫁的人吗？我听闻那鲍四，殷公子说笑了。这谢府上下谁不知道，小姐赐的婚事定是极好的。极好？一个足以当你爷爷双腿残疾的酒鬼也叫极好？只要你一句话，我现在就进。公子慎言，奴婢这种名声坏透了的人，能有个去处，已是主子天大的恩德。浮木就是浮木，再好也成不了岸。温霄生了只小马驹，表哥前些日子去马厩瞧过了，他很喜欢。原是答应过要亲手为奔霄接生的，可后来奔霄被殷义带走外出当值，那真是一桩喜事。恭喜殷公子，也恭喜谢家再添神骏。到底是缘分浅了些，连亲手帮奔霄接生这点念想，也在这深宅大院里被消磨干净了。我答应了表哥，拿他换个人。奔霄是价值千金的西域汗血马，
他产下的纯血马驹更是举世难求的珍宝。我已同表哥谈过，愿将那匹小马送入谢府名下。在这帮贵流眼中，人是可以交换的，只要筹码够重。所以，只要你点个头，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嫁给那个鲍四，现在一切还来得及。为了你，我是下了血本的。换个人要过来。殷公子，我原以为这世家子弟换个丫鬟，顶多也就跟换只鸡毫鸭毫比一样，真没想到我在公子心里竟然这么值钱。我该不该受宠若惊？原来我这一条贱命竟值一匹千金难求的珍品马驹。你明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帮你离开谢府，离开鲍四那个火坑。公子觉得我身价那些鸡毫鸭毫更高，这便已经是莫大的恩典了。就像韩兆银，他也整日得意于自己是高门主母，而非卑贱妾室。我曾经真的以为，在这吃人的地方，能有个可以互相尊重、平视，把我当成一个人来看待的朋友。可惜，友谊的小船翻了。你说什么？什么船？不必了，殷公子。这桩婚事我很满意。谢如松，你身为赈灾副使，涉嫌贪墨灾银，现在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话讲？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我明明已经将那些银两都送入了地下钱庄，我绝没有把银子拿进府里，这府库中怎么可能会有官银？看来大公子不仅贪墨，还另有秘密庄子。但这匣子里的200两官银，可是盖着大理寺的注印。韩氏，这是怎么回事？府库里的账目一直是你盯着的，这银子是哪儿来的？公子，那银子好像是当初临江侯府送给朱簪姑娘的谢礼。什么？当初侯夫人派人送了一大匣子礼，说是给朱簪姑娘的。少夫人说奴才手里银子多了容易生异心，怕朱簪姑娘觊觎财物，就直接下令把整个匣子搬去了库房充公。是啊，小姐当初连看都没细看一眼，就急着把那匣子锁进库房了。官员百姓皆不得私用官银，私藏官银本就是重罪，再加上此次灾银丢失，谢如松，这就是你板上钉钉的赃物。蠢妇，你这贪婪刻薄的蠢妇，是你害死我了！真该好好谢谢咱们这位主母，若不是她平日里贪得无厌、刻薄成性，这必死的铁证又怎么能顺顺利利地送进自家的库房呢？夫君，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哪能想到临江侯夫人赏赐给一个丫头的东西，竟然敢动用官银啊！我看她是被猪油蒙了心吧。你还有脸说？你平时贪得无厌，连个丫鬟的谢礼都要扣下，现在连我也被你这长生妇送进了死路。官银、谢礼，是了，全是你的错，都是你这个扫把星！当初在山里，你为什么要救人？要不是你多管闲事救了那个卢氏，又怎么会惹出这么多要命的事端？你是故意的，对不对？你拿着这些要命的银子进府，就是为了害我们谢家！你这个吃里扒外、克死主子的贱货！小姐，是你自己亲手从我手里把匣子夺走。你说奴才手里不该有银子，谢家的一针一线都要归你，现在这谢礼带来的祸事，你怎么反倒要推给我这个奴才了？不是我的错，是你救的人，是你惹的祸。你这小贱蹄子，你竟敢踢我！反了你了！谢家还没倒呢，你这该死的奴才就该失主了！我要灭了你！我要把你这贱婢乱棍打死！官差大人，你们看啊，这贱人要灭主了！
都死到临头了，还在这摆主母的威风。我不服！我不服！林江侯、卢成，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是你害我，是你害了谢家。当初在那茶楼里，你亲口说好的28分成，你说出事了有你顶着，我才敢动那笔灾金。现在东窗事发了，你竟然过河拆桥，推我做你的替罪羊。卢成，你不能好死！是你教我怎么入账，是你教我怎么瞒天过海，你才是罪魁祸首。夫君，28分成，你竟然瞒着我！替罪羊，这谢家的戏可真是越唱越精彩。卢成，你以为你能摘得干净吗？账本是我记的，银子是你批的，想让我一个人顶罪，做梦！替罪，在这大理寺的铁证面前，谁也替不了谁。攀咬得好啊，拔出萝卜带出泥。谢如松，你这临死前的一咬，总算没辜负侯夫人的苦心。这一局，所有人都在网里，现在终于收网了。10天了，我在这匪窝里待了整整10天，临江侯府竟然连一队搜山的家丁都没派出。夫人心里清楚，一个身怀6甲的妻子被绑架数十日却无人问津，这意味着什么？他不是不救，他是根本不想让我活着回去。仔细中山狼啊，既然他不仁，夫人何不推他一把？你想让我怎么做？我要离开谢府，你要送侯爷入狱。既然大家都无路可走，不如一拍即合。我们可以这样，你以答谢的名义，谢家出事与你有关吗？殷公子说笑了，我一个丫头哪来这样的本事？半年前，你与临江侯夫人在悦来茶楼见面，相谈半个时辰。3日后，表哥就接了赈灾的差事。所以呢，殷公子要处置我，为谢家报仇吗？挣扎了这么久，还是逃不过命运吗？死就死吧，不知能不能回去。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因为我是个人。我秋菊、姬豪、丫豪与你的变得表兄表嫂一样，都是活生生的人。我们的性命不比你们低贱，你们的性命也不比我们高贵。你的表兄贪图肉体的欢乐睡丫鬟，他该死；你的表嫂拿丫鬟讨好夫君，又给丫鬟灌水银汤，他也该死。他们夫妻为自己的私欲践踏旁人的生命和尊严，他们都该死。我说过，你若在这里过得不好，我可以……要过去是吗？今日要过去，明日要过来，就像我的名字一样，一个可以随意讨要的玩意儿。不，我从未这样想过。不重要了，殷公子，或许你真的与谢如松不同。他的眼神很亲和，甚至带着几分让我产生被尊重错觉的温柔。如果我真的跟你走了，或许我确实不会再受到胁迫，更不用担心被灌下那些催命的水银汤。你会待我极好，咱们朝夕相处，然后日久生情，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水到渠成，对吗？可就是这样才最是可怕。我会忘记，我曾经是个长在盛世下的青年，我有光明灿烂的前程，我本该生出羽翼腾云万里。我会像韩兆云一样，得益于自己是被爱的、被敬重的，是可以借着夫君的爱重凌驾于其他女子之上的。可我本不该是这样，世间女子也不该是这样的。我不会为难你，保重。朱宗，你怎么来了？来看看我的劳动成果，不枉我谋划了这么久。说起来，要不是你非要占了我对侯夫人的救命之恩为你的好夫君所用，我还愁没机会送你们下地狱呢。这一切都是你做的。我说呢，自从提拔你做通房，一直就诸事不顺，我还以为你八字克了夫君，原来真的是你。我待你不薄，你为何要害我？日常灌水银也叫不薄吗？你在胡说什么？21世纪都没有100%避孕的药物，古代的婢子汤里都是水银，长期摄入会中毒，你不知道吗？你也是穿越来的，那又怎么样？几个通房而已，放现在他们就是小三，人人喊打，简直荒谬！
怎么会有人将封建时承受性剥害的女性奴隶与后世的小三联系在一起的？哼，按后世先来后到的规矩，他在你之前就有5个通房了。你是后来者，你才是小三啊，不对，你是小6。这里是古代啊，你得按古代的规矩来。可你是古人吗？你长在和平盛世，不知道伤害他人不对吗？晒着暖阳长大的人，脑子里缠满了裹脚布，跟你同乡我都嫌丢人。我是正室主母，自然要为大局考虑。夫君身边不能没人伺候，我命中多子，也不想有庶子来碍眼，不让通房诞下子嗣有什么不对？无可救药。这东西学名叫雌性荷尔蒙，是我花了大半年时间从怀孕的母马尿液里一点点分离出来的，所以我解决了你夫君，让她变成了姐妹，你再也不必担心通房生孩子了。你说什么？后世针对性犯罪者有一种刑罚叫化学阉割，恭喜你夫君成为我操刀的第1个实验对象，很成功。可惜这里没电脑，否则这实验数据大概够我回21世纪发表一篇 SEI 了。你这个疯子，你这个魔鬼！朱总，你不得好死！你毁了谢家，毁了我！你毁了谢家，毁了我！你这个下贱的婢女，你不得好死！听这哭声，比死了爹娘还要难受。数目对了，临江侯夫人卢氏打过招呼，既然银钱已够自赎，你们2人的身契从今日起便作废了。从今往后，咱们不再是谢家的猫儿狗子儿，咱们是自由人了。朱总，咱们真的自由了，往后咱们去哪儿？我这一身医术，总要有个用武之地，咱们行医去这世道里多救几个想活命的女子。找到了。那家过得如何？那是鲍四，听说婆娘是京城大户人家流放出来的，姓韩。那女人命苦，这些年一直被鲍四打骂，说是她害得全家落魄。兜兜转转，她嫁给了一个瘸腿的管夫，而那位管夫恰好是谢家曾经的庄园管事鲍四。5个儿子，她终于如愿以偿，把她那大富大贵的命生在了这间破屋子里。愿你在天上年年加岁，五谷丰登。记好，祝你生辰快乐。